Hello， 大家好，傍晚好。新闻提要，你看安迪是不是像在报新闻这样？我感觉上我好像在报新闻这样，因为安迪每天就是煮，然后今天为了要大一些问题，安迪要坐在这边。安迪 print 了出来啊，那天打一个试厨房的，做一个 video， 安哥也 print 了出来，安迪要回答的问题。我的老板在旁边，要听老板的话。来，今天的 Q&A， 先跟 Abby 一样 ，Iris 用 Iris 棒啊，安迪要先讲哦，因为很多留言呢，安迪有一些回，安迪有一些没有回，但是安迪能够回的，安迪都尽量回，就算安迪没有回的哈，安迪都有看的，安迪每一个人的留言都看的，因为安迪总觉得我就是一个家庭主妇，人家留言给我，我就会很 appreciate， 就是很感激。我会去看的，每一个留言我都会去读，只是有时候忘记按一个人头下去，有时候就过了。有时候看过了都看不回头。看不回头。有时候呢，我就是在顾着 baby 睡觉的时候，安迪就在看。有时候 baby 一下子醒的时候，我又忘记了。哎，老人呐，找的啦，好啊，不要谈那个啦，谈那天问的问题，本来安迪要扮包租婆的，可是安迪扮了很像包租婆，很丑啊。不要破坏形象，安迪这么美丽哦，扮包租婆不要。好，安迪今天穿暴衣，狼虎之年，放屁了，洗老伴娘。好 ，OK， 来，第一个问题啊，请问安哥是安迪的初恋？对，安哥是有拍过拖，安迪没有拍过拖。没有，慢慢讲。有，安哥不敢承认，安哥年轻到现在都不敢承认。安迪是真的，第一个，安迪以前有人追安迪都不敢拍拖。因为一直要做工赚钱，安迪然后看到那个人好像没有什么前途，安迪不敢要。然后一些大过年纪的，因为安迪很成熟，小时候，安迪不要接受人家。好，不要谈了那个。然后爱情史改次才有机会再跟你们讲啊。还有一个 Mary Dan， 老人家就是这样哦。他说100%，我看最多的问题应该是你和安哥的爱情故事。对了，然后安迪有人问安迪有9个孩子，安迪有2个儿子而已。然后安迪25岁结婚哦，我们哈。应该是啊，忘记了。20多，你25岁结婚没？你27，我25岁结婚。那个蒙头，我大你4岁耶。啊是，对，忘记哦。OK， 然后讲我们做什么会做 YouTuber， 安迪从来不愿意接受这一句话叫 YouTuber 的，因为安迪就是觉得像家庭主妇这样煮饭跟大家分享。为什么会做呢？开始的时候，安哥呢是很喜欢玩 video 的，安哥是没有学的。来，我给你们看安哥的东西。现在讲起安哥的这个，等一下跳顿，来给你们看。安哥玩 video camera 玩到很够力的，年轻的时候啊，这一个，然后又买这一个，然后又买这一个。还没有玩 video 的时候就玩相机，你看。但是安迪也没有阻止他，为什么？因为安哥没有别的嗜好。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夜生活，就是整天待在家做工，在家，然后就是玩 video camera。然后安哥在年轻的时候已经做简介很多，我孩子小时候的简介的 video。大堆啊，那个 CD 一大堆。啊 ，CD 一大堆像啊，他知道真的多啊，像片也是很多。So 就是这样咯。然后安哥是做生意，然后我们就退休了，在2018年的时候8月的时候退休。之前的安哥是一个 electrical contractor 来的，年轻的时候，安哥为什么会怎么样做生意？就是因为他年轻的，他从小就喜欢玩电器的东西，很喜欢做 DIY 的东西，很喜欢的。你看安迪跟安哥讲，OK， 然后就安哥年轻的时候10多岁啊，10几岁跑出来做工啊，17岁，是17岁吗？17岁安哥自己一个人哦。安哥14岁的时候已经做裁缝啊，安哥会车衣的，安哥会裁衣的，很厉害的啊！改天我给你看安哥做沙发的布那个椅子，有机会的时候，安哥14岁就已经半工半读，那时候在裁缝店做车衣，然后他17岁的时候他就下来自身一个人哦，带了那个霸王车啊下来吉隆坡找工啊，然后找不到工又回去，然后他说他第2次又再下来，他下来找的工作还是找电器公司，就这样子一直做到，然后我们安哥后来认识了安迪，我们结了婚，然后我们就有一个目标，就是说我们要做到45岁要退休，
40岁40岁、45岁噻，40岁，40岁，安哥的目标要40岁退休，太年轻了。他那时候没有经验嘛，不知道嘛，想到说40岁退休，安哥说跟我们2个人就说我们要去旅行，就是退休要过旅行的生活，因为太老退休的话走不动，我们有想到。可是后来安哥真的是在40岁的时候左右的时候退休，不能够太早了，因为他年轻还壮嘛，是吧？所以很难过，又再开始做回生意。但是我们做生意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省吃俭用的哦。安迪是没有读到书的安迪老师跟你们讲啊，安迪只是读到小学而已的小学6年级啊。今天毕业，明天就来吉隆坡做工，就12岁的时候。然后呢，安迪是自己自修啦，自己看书。安迪很爱看故事书，爱看到不得了啊！安迪小学的时候，只要赚到5毛钱就买一本故事书，只要赚到2毛钱，快点跑去买一本故事书，或者跟人家借，或者在学校借，就这样自己自修。后来出来吉隆坡做工了。OK， 我讲到哪里去了？是别的去了。然后跳动了，安迪每天讲话，然后就讲讲做生意。安迪和安哥很节省的我们不乱花钱，我们省到甚至给人家讲，省到给人家讲我们这么节省，这么省。他做人哪里有意思什么什么，但是他们不知道安迪和安哥有目标，但是我们听到每一次都听到，我们都静静笑笑，不然就是人家讲你这么有钱有什么用，你这么孤寒，其实孤寒和节省是一个意思的。安迪和安哥讲，好听就节省，不好听就讲孤寒。但是安迪和安哥2个人过穷的日子，没有钱吃饭的日子，所以我们觉得有钱要省，有的吃就可以了，吃得饱就好。所以安迪和安哥做工的时候，我们是不乱花钱，不会说去吃大鱼大肉大餐我们不会的。我们只有做生意的时候，请客户吃的时候，我们就才吃大餐才请，那个我们就不省。但是自己本身的时候不需要嘛，你3餐吃得饱就可以。跟客户吃，我们就才有机会吃大餐。也不是啦，就是自己觉得不需要啦，其实真的不需要。不过我们每一年都会抽2次到3次去旅行我们就旅行就很舍得，就是做工做。那时候我们做工做到很夜的安哥真的是差不多天做到最少最早都是做到11点多的没有说7点的拜6礼拜都是没有停的，拜6都是做到11点的，除了礼拜有时候会休息。如果赶工前，安哥礼拜也是没有休息，安迪就有休息啦。安迪跟安哥到这么老，就是觉得人真的是要节省，要为未来你要怎么样计划，要规划。所以安迪你们叫我半包租婆讲回，跟你讲真的，安迪就是节省。安迪和安哥去安迪陪安哥去收租，有时候安迪去收租，有时候安哥去收租的时候，安迪都会跟安哥讲，你收的这个租金就是安迪的头期钱的钱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安迪不花钱，安迪不买名牌包，安迪不会玩这些东西的。以前的时候，安哥赚钱，安哥就很会花钱，安哥花这些钱每天给安迪念，但是安迪又不能出声。安迪最威水是什么呢？每天跟安哥讲，我最威水就是买衣服，买一些小首饰安迪不会买名牌包那些名牌鞋、名牌衣。安迪那时候年轻，跟安哥做生意的时候不会的。所以安迪现在老了收租的时候，安迪过后跟安哥讲，其实这个就是我的名牌包。为什么？比如说你要买一个产业60多钱，你要买一个名牌包5、6千、6、7千，这个就是头期钱。安迪为什么要去买名牌包？安迪会想到说，这一笔钱倒不如我就拿来买一个 property 头期钱，就 10% 6000块。比如说这个 property 是60千，安迪就拿这个6000块来买，然后安迪就出租了吗？出租，然后有把那个租金拿来供屋子，安迪只是付一点点的费用，这样人家帮安迪租下来，安迪都不用付了嘛，安迪就付那个一点点而已就是这样子。所以安迪和安哥就是这样节省，就慢慢的累积下来，就做到差不多2018年的时候，第一个生意我40岁退休了的，没有做了，退休了，然后就开始去旅行了然后10年后又再做回生意了做回生意，但是做一下，起初还可以，后来不能够，真的老了，真的没有那个能力做，没有像年轻这样这么有冲力。然后还一点，我们也被淘汰了，因为在那个10年前的时候，大家都是有读书的人了，安迪和安哥不认识字，也不厉害电脑，我们是被淘汰的。老师的说，是不能做了的，所以最后决定就把生意卖了，就不做，就没有想到卖了1年过后就遇到了疫情，
这个 COVID 真的没有想到了。所以我们在退休的时候，那个一年退休的时候，安哥就跟我2个人就计划了，我们2个人要完成有生之年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年轻没有背包过，一直想背包。我们2个人老了50多岁，来一次办背包式，然后我们2个人就是走西伯利亚，走了21天哈，然后再加上26天，26天，然后直接去北欧啊，北欧2个星期啊，总共40多天了。所以我们那一趟旅行，我们2个人就是背包跑了40多天，然后过后还是一直有旅行啊，然后就遇到了1年后了，就遇到了这个 COVID-19 啊，就2019了，就疫情来了就不能去了啊，就不能去了咯啊，所以安迪啊，所以是没有做 YouTube 的，那时候我们就退休了。这个屋子是安哥一手一脚起的啊，就是请人回来起讲啊，安迪再讲一点点啊。这个屋子的地，安哥在年轻的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就买了的。那时候安哥买的时候，安迪很担心，怕没有本事起，然后就跟安哥讲，到时候我们没有钱起的。安哥讲不要紧，没有钱起的话，我们就起一个小小的木屋咯，小小的一间屋子咯，那钢蹦屋咯。哎，我听到也是不错，因为我们2个人很喜欢玩花园嘛。过后安哥做生意就越来越好，所以安哥就慢慢把这个屋子自己一手一脚的打造了，这样子啦。OK， 讲回我们做回 YouTuber， 然后就就退休了咯，然后我们就旅行，然后安哥回来就会做一点点的 video， 放弃给自己的朋友亲戚看，我们自己看，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想到做 YouTube 的。然后呢，就在2019上我们回乡下哈，回泽西然后安哥就回乡下探亲。安迪也有回乡下探亲，回海南岛，然后回来了呢，安哥就第一个视频的时候，安哥就是做那个海南岛，做了就想要给乡下的亲戚看，也没有打算的注册，什么都没有的然后就那个算板就开始就是算板而做起给亲戚看讲然后就想到我们去因为安迪会做算板，但是很难做，很麻烦做，很多人不会做，很多人不会做，然后安哥的妈妈是会做。安迪有向他请教过，但是安哥的妈妈说他已经忘记了，不会做了。所以安迪是向 Mary 的家婆跟他的大嫂协做的这个算板。然后安迪就去了泽西就是看到人家做这个算板，用那2粒球，哇！我们2个人讲说，回来我们一定要把它拍成一个视频，跟大家分享，就马来西亚的河婆人分享就这样子做。然后安迪也没有想到做那一个视频之后1个月哈，不到1个月，然后安哥讲，有人 subscribe 然后我跟安哥讲，哎呀，谁要看那么多厉害的人煮那么多，我们这种哪里有人看？然后安迪也不要理他咯，然后做一下，然后安哥讲，我们的鸡饭那时候安哥就讲说要做鸡饭我们的鸡饭是真的是最好吃，你知道为什么吗？安迪以前请蛮多女佣的，因为安哥和安迪要做工嘛，小孩子要人家看嘛，所以就请。然后安迪请的菲律宾女佣去了香港做工，其他全部都会打电话回来跟安迪讲，谢谢安迪教他们做的煮的菜还有鸡饭。他讲那香港的太太那些香港人全部很喜欢他煮的鸡饭，所以安哥就讲说，你又煮鸡饭来，我们又放上去 YouTube 咯。因为这个鸡饭以前的古早味也就海南人才会做，现在很多海南人都还是会啦，但是老的一辈就慢慢没有，好像我爸爸妈妈年轻的就不会了，年轻的就不会了咯。就这样子说拍放上去咯，然后就发觉到每天都有人 subscribe 嘛，然后安哥就讲说，本来是几十个，然后上百，有一天差不多有100哈，你讲然后安迪也不要踩他，因为安迪也不看嘛，安迪觉得做到很惨不忍睹，安迪都拍谁要看辣谁，没有经验嘛是吧？又紧张又怕人家不会一直 repeat 那个话，就是一直叮铃，然后过后安哥就跟我讲每天都有100个人 subscribe， 然后我就讲，那我们要不要注册？安哥这样，我讲没有人看的，然后也不要理他，然后过后了，安哥讲，有一天安哥讲，900多个人有嘞，因为要1000个人你才可以注册嘛，是吧？然后就也没有踩他，然后就有整1000个人了嘛，然后要到1000个小时看，4000个小时，但是已经观看率已经超过了4000了，那时候观看已经超过了，不用1个月之内。然后 subscribe 的人呢，就1个月后就有1000多个了。然后安哥跟我讲，是咩？来看一下，真的然后我们说要注册，我们不会注册，叫孩子帮我们做。然后就跟儿子讲，儿子就不相信。等下那时候你就跟儿子讲嘛，我们就跟儿子讲，Sam， 没有想到我们的 subscriber 有超过900多超过了不知道几多啦，才不到1个月，不到1个月。然后我的儿子讲，
呢，哎呀，你等了有1000个你才跟我讲啦，我们就叫儿子帮我们注册嘛。哎，2个老人都不会英文嘛，你知道上去那种东西哪里会填？那个他朋友做了整年都没有。你是哦们2个老的拍，你知道还有人看，哪有人看的啊？然后我的儿子讲，哎，等有1000你才讲啦，才叫我帮你做啦，然后没有理他了咯。过后了几天时间嘛？几天的时间了，然后就真的达到1000了，不到1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快点给儿子看，儿子讲是我注册了，我的儿子就可能讲到崩桥，1000个了过后就没有人了嘞哦，然后就登记，然后就那种1000个的。你不要讲哦，都有一些年轻人看了哦，有几个哦都会跟安迪打招呼，还有哦老女人每天都跟安迪打招呼的，安迪真的很慧眼识英雄啊，老女人，哎呀真的，然后过后了哦，儿子帮我们注册了，等一下我就跟儿子讲。然后安哥讲注册了，会有钱拿，有广告了哦，可是我们还没有登记，我还没有注册。然后我儿子就快点帮我们注册，然后注册了的时候，我们安哥和安迪就浪费了那半个月的广告费哦。整个月一个月，然后我们拖了很久了，就注册到了，然后又拿到了 PIN number， 我们又不会嘛那时候。PIN number 也很。然后 OK， 安迪可以跟你们讲一下安迪的第1个月的收入，注册了第1个月的收入。有一个人问不要紧，安迪就跟你们讲2个月就好了。就收了注册了的时候就只是收到，它是28天算一次的，那一次呢我们就收了半个月了，因为我们注册慢了嘛。收半个月啊。先收半个月先哦，那时候因为浪费了半个月了嘛，就收半个月的，注册到了嘛那半个月呢，安迪就收了500多块的美金，和安哥2个人，哇有500多块不错哦，2个人退休了，哎一天有20-30块美金没派嘞，可以拿来买菜吃嘞，和安哥2个人讲，后来安哥讲。起初是10多块，后来20-30块，30多块。然后我跟安哥讲，哎，30多块都有整100块嘞，马来西亚钱也不错哦。我们当做买菜钱就做下去啦2个人退休嘛哈。然后安哥和安迪退休呢，我们是靠租金过日子啦。老实的跟你们讲啦，就够可以咯，因为我们已经安排好了，就是够我们2个老的生活，可以去旅行，可以去买一点好一点的东西这样子啦OK， 然后就讲了。疫情来就不能去疫情来就不能够去旅行啊。然后 OK 先讲了那个 YouTube 的事情，然后就收了500多块，然后我很开心哦。然后我没有想到第2个月马上收到1000多块美金嘞，1000多块马币有4000多块嘞，第2个月啊。安迪大方的跟你们讲，第3个月不跟你们讲，第4个月、第5个月不跟你们讲，你们靠你们的想象力 OK， 不可以公布了，因为安迪有跟人家讲过，有人不相信。但是安迪真的很谢谢大家，没有想到你们那么支持的我，然后我的观看力我也没有想到那么的多谢谢真的很谢谢。OK， 就讲这个 YouTube， 然后就疫情来了，那时候我们就在家里煮，每天就是煮，然后安哥就喜欢拍，又很得空嘛，没有得去旅行嘛，就这样子拍咯。然后安迪的妈妈已经过世了，然后安迪的姐姐也老了，也不要做了那个糕点了。他的眼睛也瞎了一只啦，一个也不是很健康了。然后姐姐也不大要做，半退休状态。然后我就说，就做因为海南茶果，安迪发觉到在 YouTube 里面没有人做海南糕点哦，就只有一个人做，新加坡的，他教人家怎样做那个海南糕点一碗，而且他是在很多年前做的哦，那时候很不清楚，很懵，而且教的。因为以前那个时代的仪器不是很好，然后安迪就做一碗，就那时候就开始就很够力了咯，就教做海南的东西一碗，然后安迪就教做昂菇这些，哇，那时候每天的 subscribe， 安迪真的很谢谢，没有想到从一天100多个人，不是100多，70多个人增加100多，到现在的 subscribe 安迪真的很谢谢。有600-700最高的记录有一天是800多。也有900多也有，但是平均算起来一天的 subscribe 大概是600左右啦，每天。所以安迪在做这个 YouTube 的时候，做了1年4个月，16个月，16个月安迪就达到了200，安迪对数字很差，20万。20万。每天就是，OK。20万等于200千呢。安迪在达到100千的时候可以申请这一个奖状的时候，安迪和安哥都没有时间申请，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好过年来的，不是过完年，安迪有一直催安哥去 fill form 做，然后安哥就不知道填错什么，就拖了3-4个月，
所以就拿到了这一个。然后安迪有讲要做 Q&A， 也是没有时间做，因为安迪一直很多人要求煮这个，要求煮那个，安迪一直赶那个 video 给人家要求煮的东西咯，所以就一直把这一个拖延拖到现在最后200千了，安迪做给大家看了，甘愿做给大家看了，谢谢啊，真的很谢谢。安迪也是很高兴，和安哥有时候2个人在想，我们是不是做梦啊？不可能的嘞，我们2个人去做 YouTube 的东西。是啊，不可能的，你知道吗？我们2个人都不认识字，都不认识，不是说不认识字啦，华语字可以啦，英文字半桶水啦啊，麒麟恐龙罢了啦。就哎呦，你说好像觉得还是在做梦嘞，2个老人呢，年过半百，还可以拿得到一个银牌嘞，没派哦。OK， 就讲这个 YouTube 所以就是这样子做起的咯。有人会问说，安迪你做 YouTube 你是靠这一个生活？不是的，安迪是老了2个人是靠收租金过日子的。做这个只是一个兴趣，因为安哥很喜欢做 video，OK，然后也喜欢煮，我也喜欢煮，也喜欢做茶果，喜欢做茶果，做茶果是安迪的拿手啊，因为安迪从小就是和妈妈一起卖糕点的，卖茶果的。OK， 然后讲回这个 YouTube 了，讲完了咯。这个视频太长了啦，安哥也有一些很不舍得剪掉，所以会分成上下季哈。所以你们看了这边，安哥会做下一季 ，OK？ 啊，不开心有一天，开心有一天，倒不如开开心心过一天。OK， 请问你怎么样驱走厨房的蟑螂和壁虎啊、小强啊？安迪可以酿酒吗？不可以，安迪等下给妈大捉掉啊！在马来西亚酿酒是犯法的，围巾安迪自己这样就 DIY 这样绑起来，这样啊就这样了咯，就是了咯，敬请期待安迪要去南极和北极。